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午夜时分，山间的雾气如同一层厚重的银白色绒毯，悬浮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上，将整条道路包裹成一条孤独的幽冥之路。货车的车头灯奋力撕裂黑暗，将两道模糊的光线抛向前方。然而，这光线在浓雾中显得渺小无助，随时可能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噬。我是个长途货车司机，专跑夜班，经手无数偏僻的山间公路，风雨无阻。从业10多年，见惯了荒凉与孤寂，自认胆大心细，从不信邪。但今晚的空气却异常沉重，湿冷得让人毛骨悚然，仿佛连引擎的声音都变得压抑低沉。我紧了紧身上的外套，强迫自己集中精神。公司临时派我赶运一批急件，必须穿越灵溪隧道。这条老旧隧道早已被列为危险路段。当地的老司机说，这条隧道里曾经发生过多起致命车祸，据说撞车的司机临死前都看到了那个女人。每个被发现的事故现场，司机的脸上全都保持着惊恐万状的扭曲表情。然而，这些荒诞的传闻我从不放在心上，当成酒桌上的笑话罢了。当货车缓缓驶进隧道口时，我习惯性地打开车窗透透气，冷风如同刀子般割在脸上，让昏沉的脑袋清醒不少。隧道口的旧石碑在车灯照射下显得格外阴森，上面布满苔藓与黑色裂缝，像是刻满了诅咒一般。石碑上刻着模糊的字迹，依稀可辨渗入2字，仿佛在进行最后的警告。我轻哼了一声，将视线转回前方，货车慢慢滑入灵溪隧道。隧道内部狭窄而昏暗，两侧的墙壁被湿气侵蚀得坑坑洼洼，水珠从裂缝中滑落，滴在地上，发出单调的滴答声，回荡在死寂的空间里。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在空旷的隧道内显得格外刺耳，好像会唤醒什么沉眠已久的存在。开进隧道不到1分钟，无线电突然发出一阵沙沙作响的杂音。我皱起眉头，伸手去调整频道，但无论怎么旋转旋钮，都是刺耳的杂讯。忽然，电台中断，随即传来低沉沙哑的耳语，声音含混不清，像是被扭曲的呻吟。谁？我惊愕的喃喃自语，手不由自主地放开旋钮。声音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沉的静默，隧道里只剩下引擎的轰鸣与水滴声。就在这诡异的静谧中，我无意间瞥了一眼后视镜，心脏猛地一缩，后视镜中远处的黑暗中竟然立着一个人影。那是一个女人，长发湿漉漉地垂下，遮住了大半张脸，苍白的皮肤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病态可怖。她的眼睛空洞无神，嘴角泛着一丝诡异的弧度。不可能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这里怎么会有人？隧道禁止行人进入，距离最近的村落也在10公里外。我慌乱地揉揉眼睛，试图甩开错觉。然而，当我再次看向后视镜时，他的身影已经更近了。他无声地站在货车后方，脚下湿漉漉的水痕蜿蜒而来，正一步步逼近。心跳剧烈地撞击着胸膛，我猛地踩下油门，货车发出一声怒吼，加速朝隧道深处驶去。引擎的轰鸣声回荡在四周，像个孤独的战鼓，击打着我崩溃的神经。然而，后视镜中的女人丝毫未被甩开，她的身影仿佛被无形的锁链拴住，始终紧贴着我的车尾。该死！走开！我歇斯底里的怒吼，额头渗出冷汗，手掌紧握方向盘，关节发白。距离隧道出口越来越近，我几乎能看见前方隧道尽头的微光，那是希望之门。突然，无线电再度发出刺耳的杂音，随后是一段模糊扭曲的录音。你忘了我吗？声音沙哑低沉，带着隐隐的悲愤与绝望。轰！货车猛地一震，车身失控般的晃动。我发疯似的拼命调整方向盘，车头终于擦着山壁滑出隧道，
惊险地停在公路边缘，距离万丈深渊仅有1步之遥。喘息声如同拉满的弦，在耳边嗡嗡作响。我颤抖着回头望向那个黑暗的隧道出口，空无一物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场噩梦。然而，就在这刹那，车后玻璃突然发出一声轻响，像是有人轻轻拍了一下。缓缓回头，我惊愕地发现，玻璃上赫然印着一个猩红的手印，鲜血顺着指缝缓缓滑落。那手印分明是从车内印上的，寒意瞬间侵入我的脊椎，身体变得僵硬冰冷。就在那一刻，我脑中闪过一个被我刻意遗忘的画面：5年前，我的未婚妻在这条隧道发生了致命车祸。她在车祸发生前曾拼命拍打着车窗，留下无数血红的手印。如今，她终于回来了，带着被遗忘的执念与仇恨。无论逃到哪里，我都再也无法摆脱她的凝视。那天的午后，天气闷热得让人窒息，浓密的云层像湿透的棉被压在山头上，似乎随时会倾泻下大雨。我和几个好友阿庆、阿豪、小敏和小光决定来一场终极探险，为这个无聊的暑假画上句号。听说过鬼影隧道吗？阿庆神秘地笑着说，有人说那里深不见底，进去的人没几个能活着出来。别闹了，那只是个废弃的隧道，哪有那么邪门？我故作轻松，却忍不住心头一紧。阿豪脸色发白，显然被吓到了。这地方听说发生过很多事故，车祸、失踪案，新闻都有报。怕了就别来。阿庆不屑地挥手。抄近路穿过那隧道到溪谷，只要半小时，这才刺激。我们经不住他的怂恿，终于一行人背着行囊，踏上了那条传闻中通往死亡的捷径。隧道的入口藏在山腰间，被杂草与枯木遮掩着，仿佛一张等待吞噬的巨口。斑驳的危险，禁止进入警告牌倒在一旁，字迹几乎被时间侵蚀殆尽。走吧，别磨蹭。阿庆打开手电筒，一马当先地钻了进去。其他人犹豫了片刻，终究还是跟上了。一踏进隧道，阴冷的空气立刻包围了我们，仿佛被拉入另一个世界。四周一片死寂，只有脚步声在回荡。墙壁满是剥落的水泥与潮湿的青苔，水珠从天花板上滴落，打在地面上发出滴答声。别乱跑，跟紧点，我低声叮嘱。小光点了点头，却用力抓紧我的手臂，手心满是汗。大约走了半个小时，我们发现隧道似乎没有尽头，手机讯号全无，四周的黑暗变得越来越浓重，手电筒的光芒像是被吞噬般微弱。我们不禁开始抱怨阿庆，这鬼地方怎么还摸到出口？正当我们争论不休时，前方忽然闪过一丝微弱的光芒，那光似乎从地底渗出，带着诡异的蓝绿色。出口！阿庆兴奋地大喊，一马当先地跑了过去。我们急忙追上，却在靠近光源时全都僵住了。地面上赫然裂开了一个深坑，里面摆满了白森森的骸骨。那些骸骨错落堆叠，手臂、腿骨、头颅混杂在一起，看起来像是被残忍地扔进洞中。蓝绿色的光芒从骨堆底部透出，仿佛来自地狱的呼唤。阿豪惊恐地倒退几步，脸色苍白得像纸。这是尸骨坑。就在我们不知所措时，一阵诡异的呢喃声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声音忽远忽近，留下来陪我们。我浑身一颤，转头去看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黑暗中若隐若现的影子，像是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们。快跑！阿青大吼，拉着我们拼命往回跑。然而脚下的地面变得湿滑无比，仿佛被鲜血浸透。奔跑间，阿豪一声惨叫，重重摔倒在地，脚被一条生锈的铁链紧紧缠住，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。救我！快救我！他声嘶力竭地尖叫。我们疯狂地去拽铁链，却感觉它越勒越紧，
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用力拖拽。突然，那条铁链猛地收紧，阿豪的身体被狠狠拉进了黑暗中，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。不！阿豪！小敏哭喊着，试图追上去，却被阿庆一把拽住。别回头！跑！我们疯狂地逃跑，却怎么跑也跑不出这该死的隧道。前方忽然出现了一道半掩的铁门，门后透出微弱的黄光，那光是如此真实，像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出口！我拼命大喊，冲了过去，其他人紧跟在后。当我们撞开铁门时，才发现门后并不是外面的世界，而是一间昏暗潮湿的地下房间。墙壁满是发霉的旧报纸和破碎的照片，地上散落着破烂的衣物与鞋子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小敏颤抖着问。我们的手机在这时奇迹般地震动起来，我惊讶地掏出手机，荧幕上却只有一条来自阿豪的讯息：别回头，他们看见你们了。就在这时，房间角落的阴影中突然传来低沉的脚步声，一个模糊的身影慢慢浮现。他的脸苍白腐烂，双眼空洞无神，正是阿豪。走，快走！阿豪痛苦地低吼，似乎在拼命抗拒着什么。墙壁开始剧烈震动，照片中的人脸全都变得扭曲恐怖，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我们顾不上思考，疯狂地向回跑去。当我们再次冲到隧道深处时，出口竟出现在眼前。刺目的阳光穿透浓重的雾气，照亮了通往山路的小径。我们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，摔倒在冰冷的地上。当我们惊魂未定地回头看时，隧道的入口早已消失无踪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1年后，那条隧道在地图上依旧标注为废弃，但偶尔夜深人静时，仍有人说能听见隧道深处传来呢喃声，像是在召唤下一批无知的旅人。我们是一群热衷于灵异题材的摄影爱好者，总喜欢寻找废弃的建筑和荒凉的地方，捕捉那些带着阴森气息的照片。那天，阿成突然在群组里丢了一条讯息：有人听说过旧城隧道吗？废弃20多年了，传说里面闹鬼，适合拍点重口味的素材。我和另外2个伙伴阿凯、小敏立即答应了这场说走就走的探险。阿成很快发来了一个模糊的地图截图，说那隧道位于山腰处，通往早已荒废的旧矿区。政府因为多起失踪案件封锁了该地，但封锁线年久失修，几乎形同虚设。隧道就在山路的尽头，入口被荒草与破败的铁丝网扮演着，昏暗的隧道口宛如张开的阴森巨口，静静等待着。我们翻过铁丝网时，小米犹豫了一下：你们觉得这里真的安全吗？阿成咧嘴笑了：怕什么？不过是个隧道，拍完就走。隧道内空气湿冷，腐朽与泥土的气味扑鼻而来，仿佛被禁锢了数十年的怨气从里面渗出。墙壁上满是剥落的水泥与蛛网，几盏生锈的老式壁灯仿佛还在苦苦挣扎，但早已不亮。地面潮湿而坑坑洼洼，脚步声清晰地在空旷的空间中回荡，让人有一种被窥视的错觉。我们打开手机的手电筒与摄影设备，开始四处寻找拍摄点。每个人的呼吸声都变得沉重，空气中仿佛弥漫着某种无形的压迫感。走了大约半小时，隧道弯曲而漫长，仿佛没有尽头。我们的 GPS 完全失效，讯号一格都没有。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该折返回去时，耳边忽然传来悠长的铃声。那是一种老式电话的铃声，清晰而遥远，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。听到了吗？阿凯警觉地抬头，我们都点了点头。铃声在隧道深处若隐若现，像是一个诱人的诱惑。有人在里面？小敏低声问，脸色有些苍白。阿成则兴奋地举起摄影机，说不定是道具。我们拍点素材，这种气氛太棒了。我们无奈地跟着他向声音的方向走去，
隧道渐渐变得异常静谧，只有脚步声与那古怪的铃声在回荡。突然，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墙壁，照出了一个涂满黑红色符文的电话亭，电话正滴滴作响。怎么还有这种老式电话亭？我喃喃自语，头皮一阵发麻。电话亭外表早已锈蚀，厚厚的灰尘覆盖在破裂的玻璃上，好像这里已被遗忘了几十年。谁会在这种地方装电话？阿凯皱眉说。铃声仍然在不断响起，似乎在催促我们接听。我们谁也不敢动，气氛陷入了诡异的沉默。别怕，不过是个电话。阿成壮着胆子，慢慢伸手拿起了电话听筒。我们屏住呼吸，只听到一阵沙哑的杂音，接着一个低沉而扭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：“你们来了，终于来了。”阿成猛地将电话摔回去，脸色惨白。谁在搞鬼？他的声音颤抖得不像平时的他。隧道内忽然传来脚步声，沉闷而缓慢，像是有人光着脚踩在湿滑的地面上。光束来回扫射，却什么也没照到。快走！小敏几乎哭喊着。没人在犹豫，我们疯狂地转身奔跑。跑了不知道多久，我们的手机电量开始莫名迅速消耗，手电筒的光渐渐变暗。隧道内的回音磅礴变成了冰冷的耳语，无数声音低语着：“留下来，别回去了。”突然，阿凯的脚被地上的铁丝网绊倒，他痛苦地尖叫。我们回头拉他，却看到铁丝网像活物般死死缠住他的脚腕，从墙壁与地面延伸出更多的金属线，将他硬生生拖入黑暗深处。他的惨叫声戛然而止。不，我和阿成用尽全力去拉他，但只扯下一只满是血迹的运动鞋。出口在哪里？阿成歇斯底里的大吼。就在这时，我们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铁门，门后隐约有亮光透出。我们拼命冲了过去，撞开门，滚倒在地上。当我们终于抬起头时，惊愕地发现，我们竟然又回到了那个电话厅前。电话铃声再次响起，冰冷而诡异。这一次是我的手机开始震动，颤抖着拿出手机，荧幕显示着一条讯息：“欢迎回来，现在轮到你了。”电话亭的门自动打开，听筒无声地悬在半空，等待着。直到现在，我还被困在这条无尽的隧道中。电话亭的铃声每晚都会响起，而我成为了另一个等待接听的声音。谁会是下一个进入这里的旅人？铃声再次响起，你接不接？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